2024年5月份官方制造业 PMI 为 49.5， 环比回落 0.9个百分点，制造业重返收缩区间。此前市场多数预期5月份制造业景气指数维持在50以上。PMI 生产指数为 50.8， 环比下降 2.1个百分点，降幅同样为近5年最大值。PMI 数据已经连续2个月收缩。需求端，新订单和新出口订单景气度显示内外需均有所降温，供需双双走弱是5月份 PMI 回落至50以下的主要原因。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尽管中国政府已经竭尽全力出台一系列刺激支持政策，5月制造业 PMI 数据却寒气逼人。众所周知，中国现在深陷需求不足泥潭。5月份 PMI 数据只有 49.5， 较上月下降 0.9， 重回萎缩区间。官方承认有效需求不足。从细分数据来看，生产指数从 52.9 降至 50.8， 表明生产活动迅速下滑，但依然维持在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从 51.1 降至 49.6， 新出口订单从 50.6 降至 48.3， 需求明显重回萎缩区间，尤其是海外需求。内外销双双崩塌，原材料购进价格由 54.0 升至 56.9， 出厂价格由 49.1 升至 50.4，原材料库存从 48.1 降至 47.8， 产成品库存从 47.3 降至 46.5， 显示出原材料上游的大幅上涨，但需求萎靡，制造业遭到上下的双重夹击。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由 50.3 升至 50.7， 中型企业从 50.7 降至 49.4， 小型企业从 50.3 降至 46.7， 中小型企业的复苏泡沫破灭，这和越来越多的国企纷纷倒闭裁人的现象吻合。在存量内卷的经济时代，大企业的扩张挤压的就是中小企业的市场份额，但中小企业承载了大部分的就业，所以这也反映出就业市场的恶化和民众收入的下滑。非制造业 PMI 在建筑业回落的带动下有所下降，非制造业商务活动由 51.2 回落至 51.1，建筑业景气度由 56.3 回落 1.9个百分点至 54.4， 服务业景气度由 50.3 回升至 50.5。 建筑业与地产、基建相关度较高，地产方面虽有517新政出台，但高频数据反映商品房销售仍然偏弱，与基建高度相关的石油沥青开工率也处在2019年以来的偏低水平。澳盛银行 ANZ 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杨宇霆 Raymond Young 向彭博社表示，制造业驱动的经济复苏依然脆弱，未来几个月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将是一大阻力。最近，拜登政府对中国电动车、钢铁和铝、半导体、关键矿物、太阳能电池、船岸起重机和医疗器材等产品提高了进口关税。在未来几周内，欧盟也将宣布提高中国电动车关税，同时也在调查北京在其他领域的补贴。眼下国内就业问题矛盾突出，中国外卖和网约车市场饱和，加剧就业困境。毕马威中国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所所长蔡伟表示，2023年2季度经济环比动能走弱，基数较低，对今年2季度经济增速形成支撑。但长期来看，地产与地方投资仍然对经济增速回升形成掣肘，海外需求修复韧性仍有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年内经济增长仍然需要国内广义财政发力、地产需求端政策松绑等进一步增量政策助力。